那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在这个西伯利亚铁路这个火车上面，然后其实刚刚从就是进站啊，然后到上火车，然后走到我们这个算是包厢里面，都觉得这个铁路啊真的是非常有历史感的这种感觉。然后这个包厢呢，它总共有4个座位或者说床位吧，那一个位置的价钱是3000块卢布，所以就大概是1000块台币。那我们的目的地是新西伯利亚，就距离这边大概是8个多小时吗？对，8个多小时的路程。然后我们是坐这种夜班，就是所以要睡在火车上面，从现在晚上大概9点多、10点多了，然后到明天早上7点多，因为还有时差的关系，那就会到新西伯利亚。你之前是坐最久的火车是坐多久？然后是从哪里到哪里啊？然后我想想，以前是从 Omsk 到 Vladivostok， 然后要5天。5天，那在车上会洗澡吗？不会，其实他们有一个这种浴室，可是它是水的水压什么就很小，不方便，所以我们就是很 hardcore。我们那时候都是那种 teenager， 所以就是无所谓哦，就这样。对啊，那我其实自己也没有在火车上过夜的这个经验，所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睡着，因为晃来晃去嘛，然后可能也都比较多噪音啊，但是就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嘛，难得来西伯利亚坐个西伯利亚铁路也是必须的嘛。火车在日出之前就抵达新西伯利亚，我们简单安顿一下，就准备探索这个城市。第一站先和 Marsha 的阿姨吃个中亚料理。那因为我们在西伯利亚其实只有不到12个小时或12个小时左右，如果扣掉睡觉的时间，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这个西伯利亚的动物园。然后因为这个动物园呢，它不管是在西伯利亚或者整个俄罗斯也都算是比较有名的。然后在这边又是在一个很像森林的环境里面，所以刚刚有看一下票价其实不贵，那就过来这边先看看能看到什么样的动物吧。刚刚看到熊我来俄罗斯就是特别想要看熊，可是之前就是听说野生的到这个时候就11月多都已经在冬眠了，然后这边还有一只还醒着，可是它感觉就也蛮可怜啊，因为这地方很小，所以他就走来走去，应该不太开心吧。我觉得这个动物园啊，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就是从人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动物园它不用走很远，它步行距离相对来讲是比较短，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动物，而且这边的动物就感觉其实养的还不错，就是都比较强壮。它跟之前我有去过其他动物园的那种状况是有点不一样。只是从动物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会觉得它们的空间好像比较小一点吧。所以如果你有刚好来到新西伯利亚，我是觉得是可以进来看看的啊。那你最喜欢的动物是谁？我最喜欢是熊啊，然后因为之前也没有看过这种棕熊，然后这种体积，然后刚刚看到北极熊啊，或是北极熊的小孩也都是第一次看到，所以对吧，蛮好玩的。现在真的蛮累的，因为只有早上5点，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大概4点20分起来，然后就收拾行李啊，到机场啊，其实也蛮快就 check in 完成的。就是新西伯利亚这边的机场算是蛮他们应该是把它有整修过吧，所以整个看起来非常现代化，然后也很像那种比较国际的机场的样子。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是7点左右会搭飞机从新西伯利亚到雅库茨克，然后就会开始在贝加尔湖那边的行程。
这次在贝加尔湖，我们选择的租车公司是 Cars for Me， 机场接送的服务很方便，也很贴心，推荐给到贝加尔湖有租车需求的人。好，那我们刚刚已经租到了车子了，那这台车它是 Kia Rio， 其实我不是很了解，但就是一个一般可以放得下2大2小行李的轿车吧，然后3天总共是1万块卢布，所以大概换算成台币就是1天1000块台币这样子。然后刚刚开到市区的时候，就发现其实这边停车好像还蛮 tricky 的，就是你一看到会觉得好像很多停车位，左边可以停，右边可以停。然后实际真的停下来之后，就发现哇，警察车马上出现了，还跟着拖吊车一起来，就是有看到其实那种会脱掉这种告示牌还蛮多，还蛮密的。再不然就是，就算他有写一个大大的 P， 那旁边也都会有那种残障才可以停的这种标志。所以我们最后就选了一个这种付费的停车场，那至少比较安全一点吧。那等一下就是要先采买好这3、4天左右的食物，那所以之后到住的地方就比较不用再担心这个部分。在 Irkutsk， 我们要买一些东西，因为我们准备去贝加尔湖。我们已经有租车子，然后那边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 supermarket 有没有可以买到这些东西，所以先准备吧。啊，你的 list， 我们的东西都快要买到了吗？对，还有一些钱。那我们刚刚就是开车大概1个多小时，就从 Irkutsk 然后到现在这边是 Levesyanka， 算是也是一个 town， 然后在边缘。那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想要订这个住宿的空间呢？其实就是看到它不管是在厨房啊，或是这个餐桌外面，就有2面的窗户，其实都可以直接看到贝加尔湖的日落的这种景色。一个晚上是5000块卢布，所以大约就是1700、1800左右的台币吧。那等一下我们就是安顿一下，然后看个夕阳。现在是第1个早上在贝加尔湖，然后今天看起来天气就比较多云啊，然后有比较多雾。我们等一下就先吃个早餐，然后就会从湖边往南开。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叫做 Maria Gluzne， 然后我们本来来这里的目的是希望可以来找那种就是哈士奇啊、雪橇犬的那个活动，然后就来的时候发现好像没有人，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出去，或者是也不知道实际上是不是有在开啊。然后可是这个地方真的是还蛮特别的，就是让我觉得跟大家平常想象到西伯利亚的那种森林啊，或是房屋啊，或是都是平原的这种感觉，就这边是真的是这个样子，蛮漂亮的。可是因为现在这上面写温度是-4度，然后再加上又有强风这样一直吹，我下去大概1分钟之内，我会觉得我手完全没有办法感觉到了，然后就觉得如果待个什么5分钟、10分钟。可能要截肢的那种感觉，真的没有这么冷过。可是就现在有太阳，然后这个光影，然后让这个小镇就是看起来蛮有特色的啊。这个就是 Baikalsky Omon， 就是最重鱼，我也不知道是哪一种，然后只有在贝加尔湖这边有卖。然后他们把它就是烟熏，可以买那种冰的，它比较硬的那种，然后可以放很久。也有热的，这个就是热的，它其实有一点点烟熏的味道。然后就是他们其实就这样一整个刚卖250块，大概80块台币。然后就我们这样吃，他还要借我一个。他原本没有要给叉子，就是通常会用手吃啊，只是他为什么会给我们叉子？就看起来我们不会用手吃。因为我问他我问他，我说
因为我也不想我们这边卫生纸不够，我怕会这样然后我就问他就给我拿自己的叉子，也不是那种可以丢掉的，所以对，现在要还给他。我们刚刚就是因为也快天黑了，所以就回到里斯比昂卡，然后想说就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动物园，然后这里面动物真的很多种，它算是一个这种比较小型私人的动物园。那这边动物的来历呢，就是他们可能遇到一些不同的状况，然后就被救到这里。譬如说熊啊，它的妈妈可能是被猎人杀了，然后像也有鸟啊，它的翅膀受伤了，或是一些这个叫什么马拉木，有点像是阿拉斯加哈士奇啊，然后他们可能有些是走流浪啊，可能他们这边就是有点帮他们收容吧，就让他们都可以住在这里，然后生活在这里比较安全一点。大家想到俄罗斯，想到西伯利亚，都会想到这边就有熊。那我也觉得好像只有来到这里才有办法这么靠近的看到这样子的熊啊。然后其实它是在他们小小的时候就已经在养它们的。那个时候可能你要抱它摸它都比较有可能，可是现在就也10个月大了，就是它就算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可是也很容易可以伤害到人啊，所以就还是保持一点距离，可是已经够近了。我们今天早上就从里斯比昂卡，然后现在回到雅库茨克，就是要还车。那在还车之前，其实要先把车子拿去洗，因为这几天就是那些雪啊。泥沙啊，车子其实变得非常脏。那在这边呢，就是洗车，它是有人可以帮你洗的。那等待的时间呢，就喝咖啡、吃个早餐这样。然后我觉得其实贝加尔湖啊，真的是蛮多风景可以看，尤其是我现在11月来，大部分人可能会等到1、2月，就是等到湖面整个都结冰的这种情况。可是那种-30几度，我觉得我是没办法接受啦。但即便是那样，我还是觉得看了蛮多风景的，然后也有蛮多的体验或是活动可以去尝试。那就觉得俄罗斯旅游啊，其实有蛮多东西可以玩，也蛮多可以推广的。那可能他们自己也都没有注意到，也没有想到。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我真的觉得蛮推荐可以来贝加尔湖这边看看的。那我们的下一站呢，就是在要飞多少6个小时的圣彼得堡。那到那边，因为纬度又变得比较高，然后好像听说那边海风也比较大，不知道是会比这边更冷还是怎么样。但无论如何，我们就下个影片见。那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可以帮这个影片按赞。想要看到更多内容，你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和追踪我的 Instagram。那就先这样哦，拜拜。